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国风系列端午淡带浓款，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趋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淡带由带身、抽绳和头饰组成，先钩织带身和抽绳，然后再制作头饰。带身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针法有短针、锁针、引拔针和中长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，我们来环形起针。接着来钩织第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，钩好后收好线圈，拉紧起针的线头，最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是正面，后面钩织时都是正面对着自己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线头可以再收一部分，3个锁针，相连一针再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下面就按照1个短针和3个锁针交替的方法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短针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好后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钩一个中长针连接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，起针的线头可以剪断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连接的中长针上钩一个短针，挑起整个中长针钩织，然后钩3个锁针，接着在相连锁针洞里再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下面就按照在上一圈每个锁针洞里钩短针，
之间钩3个锁针的方法，钩完这一圈的最后一个短针。钩好后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按照第2圈相同的方法，在第一个短针上钩一个中长针连接。这样第3圈也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4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连接的中长针上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接着在锁针洞里钩2个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。钩好后再钩3个锁针，相邻锁针洞再钩2个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。来看一下，这一圈就是在上一圈锁针洞里钩2个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连接，钩完这一圈的最后一个短针。注意，最后的短针在上一圈1个锁针的锁针洞里钩1个锁针，钩好后同样钩中长针连接。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教大家数圈数的方法，可以交替数这样的短针，1、2、3、4。这个就是钩了4圈的小样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剩余的圈数都钩完。后面钩织时，都在锁针洞里钩1个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，最后也都是钩织中长针进行连接。带身的圈数大家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结合线的余量钩织。全部钩好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将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藏好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这样带身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抽绳，钩织锁针，一直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钩好后安装到带身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带身同色线，然后钩锁针。一直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钩好后预留约10厘米线头断线。将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从带身最后一圈的锁针洞依次穿过。
全部穿好后整理一下，把锁针辫子正面都翻朝外，最后用线头与另一端缝合连接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就可以。把线头顺着纹理藏好。将另一个线头也藏好即可，这样抽绳也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头饰，由主体、脸部、龙角、龙爪、尾巴和装饰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然后再制作其他部分并安装。首先来钩织主体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加针和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首先来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绕2圈，右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取出线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1个圈，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穿过，把线圈转移到左手的拇指和中指之间。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2点之间活动，穿入线圈。钩针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，将线勾出。钩一针锁针固定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环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开始钩第1圈，先立一针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这里短针起立针不算1针。接着调起针的大洞，钩织短针。短针的钩法为：钩针穿入大洞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一针短针就完成了。我再演示一次短针的钩法：穿入大洞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完成短针。第1圈需钩织6针短针，现在已经完成了2针，继续往下钩。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，往下开始收线圈。
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可以看到有一个线圈活动，拉紧会活动的线圈。还剩一个线圈，拉紧起针的线头，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可以看到织物的边缘有这样 V 字形的辫子，这些是短针的针目。我们在当前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，这里第一个短针针目就是线头左侧第二个辫子处，1、2，也就是这个大辫子。这里小辫子是这一圈的起立针。如果大家实在分不清楚，也可以从最后一针往回数辫子。这一圈一共6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是这个针目。钩针穿入对应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。引拔后，这里会有这样一个辫子，这是引拔针的辫子。这里引拔针不算一针，将其辫子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针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第二圈，需钩织短针加针。这里的加针为一个动眼钩2针短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同样，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。接着穿入上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处，也就是之前引拔穿入的这里，钩织短针加针，一个动眼钩2针短针。钩的过程中，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顺着织物纹理藏进去。1、2，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。后面继续挑相邻针目 V 形状的2根线，对应钩织短针加针及2针短针，注意藏线。后面分别挑针目1对应钩短针加针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完最后一个针目位置，我们核对一下针数。这样的一个就是1针，对应上方有一个 V 形状的辫子。我们从后往前数大辫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
11、12。剩余的小辫子处是起立针位置。完成后，挑这一圈的第一个短针位置引拔，也就是小辫子相邻的位置。穿入对应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。引拔针不算一针，将其辫子拉紧。这里起针的线头已经藏了一圈，剩余线头可以剪掉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圈，同样需要加针，只是加针之间多了一个短针间隔。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然后挑下方对应的短针位置，钩织一针短针，也就是之前引拔穿入的这个位置。完成后，挑相邻针目，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后面继续挑针目，钩织一针短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加针。这里2个加针之间间隔了一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这种加针规律也称为隔1加1。往下按照这个规律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短针加针，往下挑第一个短针位置引拔，也就是左侧第2个辫子处。小辫子是起立针位置，跳过。第2个辫子是第1个短针的针目，穿入，对应钩织，并拉紧引拔针的辫子。这一圈共有6个短针加针，6个短针。大家钩完核对一下针数，注意不要多针和少针。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4圈，方法与上一圈相同，只是加针之间的间隔针数不同。先立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下方对应的短针位置，钩织一针短针，接着挑相邻针目，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后面不加不减钩2针短针。完成后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这里加针之间间隔了2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这种加针规律为隔2加1。往后按照这个规律继续往下钩织。
钩完最后一个短针加针，往下还剩一个针目，对应钩一针短针。这里加上开始的一针，加针之间仍然间隔2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最后挑第一针位置引拔，也就是左侧第2个辫子处。往后遇到起立针的这个小辫子都跳过，其相邻就是第一针短针位置，挑其针目引拔即可。后面我就不详细说明了。完成后拉紧引拔针的辫子。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5圈，钩织方法与之前一样，只是加针之间的间隔针数不同，同时需要错开加针位置。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对应短针，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这里与之前错开了加针位置，往后不加不减，钩3针短针。完成后钩一个短针加针。这里加针之间间隔了3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加针规律为隔3加1，后面按照这个规律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3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往下在第1个短针位置引拔，并拉紧。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。往下钩第6圈，同样需要错开加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对应短针位置，钩织一针短针。接着不加不减，钩2针短针。后面一个短针加针，与之前错开了加针位置，往后不加不减，钩4个短针。往下按照隔4加1的规律钩织，先钩织短针加针，然后钩织4个不加不减的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这个短针加针，往下还剩一个针目，对应钩一针短针。这里加上开始的3针，加针之间仍然间隔了4个短针，最后挑第1个短针位置引拔，拉紧。
这样第6圈就完成了。第7到8圈的加针规律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。勾好后还需要钩织几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也就是一一对应，钩织不需要加针，大家自行将其勾好即可。勾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将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藏好。这样主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脸部，由脸部织片、牙齿、眼睛、鼻子和胡须组成。先钩织脸部织片，完成后再制作其余部分并安装。脸部织片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中长针加针、长针和长针一针放3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15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调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一个短针，继续调相邻锁针上方的半针，再钩一个短针，接着依次钩3个中长针，5个长针，然后再钩3个中长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剩余的这个锁针上钩3个短针，钩好后沿着锁针另一侧钩织与刚刚这一侧对称的针法，旋转织片。注意，这里是刚刚钩短针位置，从相邻一针开始钩织。钩的时候收好线头，第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再钩2个短针，钩好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拉紧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
下面来钩织第二排，先在第一圈第二个中场针上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针1针放4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4个长针。1、2、3、4，钩好后，一个长针1针放4针就完成了。再钩3个锁针，接着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将线头都在反面藏好。接着在对称的位置，也就是这3个中长针，中间1针，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针1针放4针，完成后再钩3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，最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将线头都藏好即可。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这里需要2根线并在一起钩织，可以在线团里面和外面各取一个线头，并在一起钩织。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还是用其他线材演示。在第2行第2次起立针上接线，然后立2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中长针，接着在这4个长针上分别钩一个中长针。注意这一针有点变形，不要漏掉。
钩好后，在锁针洞里钩4个中长针，接着在第1圈中长针旁边的短针上钩1个中长针，然后在同一个锁针上钩织的3个短针上分别钩1个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。钩好后，在旁边短针上钩1个中长针，接着沿着中长针及长针针目依次钩长针，钩好后相连短针上钩1个中长针，然后在这3个短针上分别钩1个中长针加针，完成后相连一针再钩1个中长针，接着在第2行的起立针的锁针洞里钩4个中长针，钩好后再沿着针目依次钩中长针，注意这一针可能会被盖住，不要漏掉。最后挑着3个锁针，最上方的一针挑2根线，钩1个中长针，2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1个引拔针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，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，脸部织片也就钩好了。接着来制作牙齿，牙齿是用不织布、裁剪这样锯齿作为牙齿，牙齿上方长度大约2.8厘米，一共5个锯齿，两边稍微大一点。
中间3个稍小一点，这里大家可以自由裁剪，也可以根据图纸上纸样裁剪。裁剪好后，将它粘贴到织片，起针打至中间位置。下面请看演示，这里不用区分正反，使用胶棒粘贴。如果家里有胶枪，可以将胶棒插入胶枪中，预热后再使用。如果没有胶枪，可以用打火机的泪焰燃烧。这里我使用胶枪粘贴。粘的时候小心不要烫到手。注意粘的时候锯齿朝下。这样牙齿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制作胡须，这里为金线绣制而成，2根胡须单独绣制，中间大致在第3个锯齿上方，两边的位置。绣制时弯出胡须的形状即可。下面请看演示，剪约20厘米金线穿入缝针，先在脸部织片反面固定好线头，接着从第3个锯齿上方出针，然后将线拉到脸部边缘，接着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固定。多余的线头剪断，这样一根胡须就完成了，另一根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即可。2根胡须都修好后，在两边的尾部各粘一个小绒球，这样胡须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制作眼睛，眼睛有2个，都是由不同颜色的布织布裁剪4个不同大小的圆形，然后粘在一起，最后再粘到织片第2行。注意2个眼睛是对称粘贴，不要粘错了。圆的大小可以根据图纸上给的直径裁剪，也可以根据纸样进行裁剪。下面演示一下粘贴的方法。这里我已经对照图纸分别剪出了4个不同大小的圆形，接着将它们从大到小依次粘贴好，最小的在上方，粘贴时都是偏下方粘贴，参考成品进行粘贴。这里使用胶棒粘贴，如果家里有胶枪，可以将胶棒插入胶枪中预热后再使用，如果没有胶枪，可以用打火机的泪焰燃烧。这里我使用胶枪粘贴，注意粘的时候不要烫到手。
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眼睛也粘贴好。眼睛粘好后，将它粘到织片，在脸部第2行进行粘贴。下面大家参考成品，将它粘贴好，这样眼睛也讲完了。接着来粘贴鼻子，在2个眼睛中间粘一个大绒球，左右各粘一个小绒球，大家自行将它粘好，这样鼻子也讲完了。最后将脸部织片粘到主体，下方边缘对齐，注意有引拔针的位置朝后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粘好即可，这样脸部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龙角，龙角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由3个部分组成。先钩织第1部分和第2部分，钩好后连接起来钩织第3部分。大家先对照图纸，把第1部分和第2部分钩好，第2部分钩好后不断线，接着钩织第3部分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、剪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接着第2部分的线头，先沿着第2部分的针目钩织。钩好后，取出第1部分，继续沿着第1部分的针目钩织。钩好后与第1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3部分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3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剪针，先在左侧2针分别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1、2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短针剪针就钩好了。再钩3个短针，然后再钩一个短针剪针，钩好后引拔拉紧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第3圈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一个龙角就讲完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龙角也钩好即可。龙角钩好后，将它缝到脸部织片后面，大约在第4到6圈缝合。缝合时第2部分多朝里，2个龙角大致间隔5到6针。下面请看演示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
将最后一圈捏扁，在对应位置缝合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个龙角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龙角也缝好，这样龙角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龙爪，有相同的4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方法和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钩好即可。钩好后多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龙爪钩好后，在龙爪开始位置缝3个铜珠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15厘米龙爪同色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细一点的缝针，先在龙爪固定好，然后缝上3颗铜珠。缝好后固定好线头，这样一个龙爪的铜珠就缝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其余的龙爪也缝完。铜珠都缝好后，将它缝到足底，最后一圈，两侧分别缝2只，2只龙爪之间大约间隔4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在对应位置卷针缝合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个龙爪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其余的龙爪都缝好即可，这样龙爪就讲完了。
接着来制作龙尾，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钩好后预留约25厘米的线头，然后将它缝到两只龙爪之间，在主体倒数第2到4圈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龙尾最后一圈与主体对应位置卷针缝合。缝好后打结长线即可，这样龙尾也完成了。接着来制作装饰，由福字吊牌和亮片组成。先在主体最后一圈针目固定一个福字吊牌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福字吊牌和开口圈，先掰开开口圈，穿入吊牌，取出主体，在鼻子下方最后一圈挑针目穿入，闭合开口圈，这样福字吊牌就固定好了。最后来制作亮片，同样是沿着最后一圈固定，有11个，每个之间大致间隔3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开口圈和亮片，掰开开口圈，穿入亮片，在福字吊牌间隔3针穿入，这样一个亮片就固定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亮片全部固定完。到这里头饰就全部讲完了。最后将带身和头饰组装，将抽绳从起针位置穿出，可以将这里的孔调大一点，将抽绳勾出，到这里这款缎带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